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彻底颠覆，担心恋人化身不丹新娘，喜剧效果爆表，全网笑疯。赵丽颖把苦情面具撕了，网传她6月底进组电影《担心恋人》，演一个被绑架的不丹新娘。导演是拍过《我的阿勒泰》的滕聪聪，玩的是黑色喜剧路子。刚在第20条里演完聋哑母亲哭晕一片观众，转身就在新片里被绑着逃命，这反差比过山车还刺激。剧组放出的花絮里，赵丽颖被00后小演员亲时憋笑憋到五官乱飞，网友直接拿她表情包刷屏，苦情女王秒变喜剧人，这波转型玩真的。双引号，角色大反转，从哭戏扛把子到被绑新娘。赵丽颖这回彻底告别苦情戏老套路。去年第20条里，她演聋哑母亲郝秀萍，被逼到跳楼那场戏让观众哭湿半包纸巾。今年向阳花演刑满释放人员高月香，素颜搬砖，指甲缝藏泥的造型直接颠覆甜妹形象。结果新片担心恋人画风突变，她演的不丹女孩楚金在婚礼上被男主沈如张后文元氏当人质绑走，两人一路逃命一路互怼，逃命路上还得帮男主找神秘唐卡，荒诞程度堪比人在囧途之不丹版。观众调侃颖宝终于不用哭了，这次改让绑匪哭了。双引号，黑色喜剧玩的就是心跳，不丹文化撞上中国盗贼。电影设定就够荒诞，中国盗贼跑到不丹偷古董唐卡，绑架当地新娘当护身符。拍摄的选在不丹，雪山寺庙配逃命鸳鸯，镜头里全是异域神秘感。赵丽颖的顶着不丹传统服饰齐拉，裹着五彩绸缎被男主扛着翻山越岭，文化冲突直接变笑点。男主用中文骂骂咧咧，女主用不丹语疯狂输出，鸡同鸭讲还能炒出喜剧节奏。导演滕聪聪最擅长把正经事拍出幽默感，我的阿勒泰里牧民追无人机都能让人笑出眼泪，这次玩跨国绑架梗，观众预测笑点估计比唐卡上的香钻还密。双引号，喜剧天赋藏不住了，片场憋笑憋出人设崩塌。其实赵丽颖早露过喜剧马脚，拍虎狼家长时00后小演员突然要亲她当场瞳孔地震，手指抠裤缝，憋笑憋到苹果肌抽搐，最后捂脸笑出话外。这段花絮被做成表情包3连狂转10万次，网友笑疯，教科书级表情失控，北影该拿这当教材。中餐厅里他一句方言版俺觉得直接让黄晓明卡壳。电影节红毯上提着裙摆狂奔，又被做成逃婚新娘 GIF， 连爱都扒出他10年。影视剧里有73%镜头在憋笑，粉丝调侃喜剧人设比事后奖杯还稳。双引号，转型背后苦情戏演到观众求放过，这次转型也是被观众逼的。连续3部苦情戏让网友直呼扛不住。第20条里郝秀萍跳楼，向阳花里高月香为女儿杀人，乔妍的新事里母亲绝望寻子。观众在评论欧刷屏，求颖宝接个开心角色，眼泪都快流干了。业内数据更直接，向阳花票房勉强破亿，同档期喜剧片轻松翻倍。影评人点破关键，国产喜剧缺能扛票房的女演员，沈腾贾玲之后终于等到赵丽颖入场。双引号，喜剧赛道的硬骨头，女演员的荒诞生存战。赵丽颖这次转型其实啃了块硬骨头。国产喜剧长期被男演员霸屏，女演员要么当花瓶，要么演夸张丑角。冯小刚在向阳花试过黑色幽默，让赵丽颖用方言吼出就是命硬，观众才发现惨女人也能有笑点。这次担心恋人更彻底，赵丽颖角色全程被绑着还能翻白眼对人，把悲剧变荒诞剧。制片方透露，绑架戏里她设计边挣扎边哼歌，绑匪嫌吵给她塞烤囊，效果比剧本写的还自然。双引号，85花的另类突围，不拼奖项拼票房。赵丽颖这步棋走得险，冲奖最爱苦情戏，
百花奖、金鹰奖都靠好秀平视角色收割奖项，但喜剧票房高却难拿奖。当年贾玲的《你好》，李焕英票房54亿也没摸到影后奖杯。赵丽颖团队倒是清醒，第20条春节档票房狂飙16亿，合家欢里她演聋哑人都能成亮点，这次正经喜剧更放得开。粉丝已经备好钱包，宁可看她笑出折子，不想再被纸巾进影院。在《担心恋人》中，赵丽颖以不担心娘的形象惊艳亮相，彻底颠覆了她一贯的荧幕形象。从古装剧中温婉柔美、坚韧果敢的女侠，到现代都市剧中干练自立、内敛深情的女性，再到如今在轻喜剧中饰演一位身穿民族服饰、命运多舛却乐观坚韧的不担心娘。赵丽颖这一次的蜕变，不仅是一次角色上的大胆突破，更是演员自我重塑与艺术拓展的真实写照。剧中，赵丽颖饰演的角色被诬绑至异国，身份错位、文化冲突、语言不通，一系列荒诞却又现实的问题接踵而至。但她并没有将这种境遇演绎的苦大求深，反而以极强的喜剧节奏感和幽默张力，将角色的慌乱、无措、挣扎和最终的觉醒处理得妙趣横生。观众一边笑出眼泪，一边又被他的表演所打动。他那种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偏偏靠演技折服观众的努力，令人钦佩不已。喜剧向来是演员最难驾驭的类型之一，它不仅要求精准的节奏、出色的肢体语言，更需要在夸张与真实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赵丽颖此次在《担心恋人》中所呈现的，不是浮夸式的搞笑，而是深植于角色内心的荒诞真实。她能通过一个眼神、一个停顿，甚至一句不合语境的中式英语台词，将那种文化错位带来的喜感传递出来。这种能力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练成的，而是她多年演艺经历所沉淀出的功底。观众的反馈也印证了赵丽颖这次颠覆形象的成功。不少网友留言表示，赵丽颖这是彻底开挂了，连喜剧都玩得这么溜。原以为她不适合搞笑，结果一个抬眉一个踢腿，直接把我笑岔气。她这不是在演戏，是在用全身的细胞创造角色。更有评论称，赵丽颖能演悲、演狠、演柔情，现在还能演喜剧，她真的没有短板。双引号。其实，在赵丽颖的演艺路上，她从不曾设限。从《陆贞传奇》中的少女成长史诗，到《知否》中的大家闺秀智慧生存法则，再到《幸福到万家》中接地气的农村女性成长历程，每一次角色转型，都是她对表演新的探索。而此次以异域新娘的身份挑战轻喜剧，她不再是那个传统意义上的苦情女主，而是带着反讽与讽刺意味的荒唐旅人，在困境中笑出泪花。正是这份诙谐中带着温情的风格，拓宽了她的表演维度，也给观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惊喜体验。值得一提的是，赵丽颖在拍摄过程中对于不丹文化的尊重与学习，也成为粉丝津津乐道的亮点。据幕后花絮透露，为了精准还原不丹婚礼礼仪与服饰风格，她花了大量时间阅读资料，请教当地文化顾问，并坚持亲自完成每一场复杂的仪式镜头。在她看来，真正的喜剧从来不是胡闹，而是建立在理解与尊重之上的荒诞合理。这种职业精神，正是赵丽颖长年累月打磨出来的演员气质。当我们谈论赵丽颖彻底颠覆时，其实我们是在见证一个演员的成熟。她不再依赖某一种固定人设来取悦观众，而是勇敢跳脱舒适圈，挑战未知领域，让角色不止于表面标签，而是成为拥有真实情绪和复杂生命的人。正因为如此，她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带来新的感动与经验，她的每一次表演都值得被铭记与讨论。除了演技上的突破，赵丽颖在造型和气质上的转变也令人耳目一新。不丹新娘的造型既保留了东方女性的柔美，又融入了异域风情的神秘感。在红色、金色等饱和度极高的民族服饰中，她依然能把握住角色的精致感与格调感，不落俗套，
反而更显灵动。这种美而不腻、亮而不燥的视觉呈现，来自于他对角色深层的理解与共情，是从内而外散发的演技力量。回望赵丽颖一路走来的演艺历程，她从一个没有背景的草根演员，成长为今天的顶流女艺人，靠的不是流量，也不是天生的好运，而是日复一日对角色的尊重，对作品的坚持，对观众的诚意。而这份初心，也正是在《单心恋人》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在此，我们也希望更多观众能够用包容和欣赏的眼光去看待演员的转型和挑战。正是因为有像赵丽颖这样不断突破自我、不惧类型边界的演员，国产影视剧才有可能跳出同质化的怪圈，走出新的高度。喜剧不仅仅是搞笑，而是更高层次的共情；演技也不止于哭戏，而是能让人在欢笑中体悟生活的温度。最后，想对每一位支持赵丽颖的观众说一句：感谢你们一路以来的陪伴与鼓励，也正因为你们的关注与反馈，赵丽颖才有更多勇气去尝试、去打破、去创造。我们也相信，她的颠覆不会止步于此，更大的惊喜还在路上。请继续相信她，支持她，因为属于赵丽颖的黄金年代才刚刚开始。王一博锁定海莉汉森代言，内娱商业王者实至名归。王一博打破时尚圈常规，拿下第9个服饰代言。海莉汉森借其专业探险形象打开中国市场，官宣当天搜索量暴涨300%，老牌焕发新生。这位全能偶像商业价值持续走高，品牌方排队等他点头。王一博又双若镯破纪录了。2025年6月，挪威百年户外品牌海莉汉森官宣，这位顶流成为全球代言人。好家伙，这已经是他拿下的第9个服饰类代言。要知道，在时尚圈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同类型品牌一般不会找同一个明星代言，可王一博愣是把这个规矩给破了，这商业价值简直高到没朋友。粉丝们可都乐疯了，品牌方更是笑得合不拢嘴。海莉汉森这个牌子可不简单，1877年就成立了，专业做户外装备的，在欧美那边特别受专业人士青睐。这次找王一博代言，明摆着是要打开中国市场。要说这品牌眼光是真毒，王一博刚靠户外纪录片探索心境拿了泰利奖金奖，专业探险形象深入人心，跟品牌专业信赖的调性简直绝配。这年头明星代言不稀奇，稀奇的是能像王一博这样让品牌方打破常规的。别的明星还在为一个代言争破头，他倒好，国际大牌排着队找他。从奢侈品到运动品牌，从潮流单品到专业装备，就没有他拿不下的领域。粉丝购买力更是强得吓人，但凡是他代言的同款，分分钟就能卖断货。有网友调侃说，王一博这是要把衣柜都承包了吧？要说这次合作最赚的还得是海莉汉森，这牌子在国内知名度一直不温不火，结果官宣当天品牌搜索量直接暴涨300%。年轻人都在问，这个能让王一博代言的牌子到底什么来头？老粉们则感慨，终于等到品牌被更多人知道了。这种老牌焕发新生的感觉，就像爷爷辈的传家宝突然成了网红爆款，品牌年轻化战略算是彻底成了。王一博这边也是赢麻了，本来就已经是全能偶像的代表，现在又多了个户外探险达人的标签，粉丝们骄傲的不行。咱家爱豆不仅能唱跳、会赛车，现在连专业探险都不在话下。业内人士分析，这种多元发展路线让他的商业价值持续走高，在95后艺人里绝对是独一份。看看其他顶流，要么靠剧爆火但代言有限，要么粉丝能打但国际认可度不够。王一博倒好，影视、音乐、时尚、运动全面开花，品牌方挑不出毛病不说，还都抢着要。这种局面在内娱圈还真是头一回见。有业内人士开玩笑说，现在不是品牌选王一博，是王一博选品牌吧。要说最让人好奇的，
还是他的商业版图接下来会怎么扩张？9个服饰代言在手，珠宝、汽车、高端消费品这些领域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目标？粉丝们已经开始期待了，按照这个势头，明年说不定又能刷新纪录。不过话说回来，能达到现在这个高度，靠的可不是运气。从街舞到赛车，从演员到歌手，再到现在的户外探险，王一博每一步都走得特别扎实。海利·汉森这次合作算是给行业打了个样，找代言人不能光看流量，更要看形象契合度。王一博这种既有专业背书又有大众影响力的艺人，简直就是品牌方的梦中情人。难怪有业内人士感叹，这种级别的商业价值，在内娱圈怕是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了。在当今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艺人代言已不仅仅是商业层面的合作，更是一次气质与精神的深度匹配。而当王一博官宣成为全球高端户外品牌海利·汉森 （Helly Hansen） 代言人的那一刻，不只是品牌升级的宣言，更是一场审美与价值的高度共振。作为一个跨越娱乐、体育、时尚多领域的全能型艺人，王一博此次合作无疑再次坐实了他在内娱商业王者的稳固地位。海利·汉森作为拥有100年历史的北欧品牌，向来以其专业、高冷及简单不失先锋精神的品牌气质而著称。在全球户外装备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的他，其品牌核心一直强调探索、挑战与自然融合的精神内核。这些关键词正好与王一博一直以来在公众面前所呈现的形象高度契合。从少年出道时的沉稳寡言，到如今驾驭赛车、滑板、舞台、银幕的全能实力，王一博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不靠喧哗、不惧孤独，只靠实力和坚持去攀登自己的高峰。这次代言发布，品牌方选择以一张带有北欧剪影感的宣传图作为预热，冷峻、安静的山峰背景中，一道挺拔剪影显现，那种静中有力、孤中见魂的气质扑面而来。许多网友第一时间便认出是王一博，这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制的画面。一时间，全网热议，社交平台话题迅速冲上热搜。在这个流量与热度双向驱动的时代，王一博以一种近乎冷静的方式，完成了热度的反向爆发。这不仅是一种商业成功，更是一种品牌美学与人格魅力交汇的理性胜利。从商业视角来看，王一博在代言市场的表现堪称教科书级别。他不是那种靠短期爆红接下大堆代言的艺人，而是凭借长期积累的公众好感度、强烈的自律性和跨界能力，逐步建立起自己在品牌心目中的信任值。无论是曾经的运动品牌代言，还是如今更偏户外生活方式的顶尖品牌合作，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曝光量，更是口碑沉淀和消费转化。此次官宣仅1小时，HH 多款经典产品已宣告售罄。这一连串的数据背后，是粉丝对他的坚定支持，也是品牌对他号召力的有力背书。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的商业魅力并不止于颜值或流量，更在于他本身的极强适配性和极高信任度。他能够演绎舞台上最锋利的舞步，也能在电影银幕中沉稳演绎复杂人设，更能在赛车赛道上风驰电掣，在雪场斜坡中与自然对话。这样的多元生活方式和专业能力，早已将他从传统意义上的偶像中抽离，成为品牌方眼中的生活引领者。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代言人，而是一个可以真正引导消费趋势、引发情感共鸣、影响价值判断的强力符号。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更加温柔与深邃的王一博。他的穿搭不再仅限于舞台的闪光灯，而是逐渐将自己投射进一种与自然共生、与安静为伍的精神状态中。而这也恰恰是海利·汉森想要传递的品牌哲学：人在自然中并不是主宰，而是体验者。王一博以他的独特气质，帮助品牌找回了人本精神的核心，不是强调冲击感，而是打动人的那种静默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
王一博正在引领一种新形态的东方户外美学。他不需要在镜头前大声呼喊、张扬个性，而是以一张安静却坚定的脸，一种无需多言的气场，完成了与大自然、与时代的精神对话。他身上的这份清冷感，如今已不再是隔阂，而是变成了一种引力，吸引着那些同样喜欢低调、有质感、有深度生活方式的都市中产乃至年轻消费者。这份独特性是海利·汉森选择他的最大原因，也是王一博可以坐稳代言人天花板的核心逻辑。当然，这一切的背后也离不开粉丝的坚定陪伴。每一次代言官宣，每一次上线新品，粉丝们从不需要品牌多做动员便已自发行动。他们不盲目，不夸张，而是理智地用实际消费与口碑传播，支持着王一博一步步从偶像转型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富豪。这是一种双向奔赴，也是当代饭圈最值得被正视和尊重的一股温柔力量。走到今天，我们看到的王一博不仅仅是一个商业代言人，更是一个时代青年的投影。他沉静、努力、自律，不喧哗，却能步步扎实地抵达每一个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从文娱舞台到赛道跑道，从内娱巅峰到国际视野，他一步步走得坚定而优压。而今，随着与海利·汉森的合作达成，属于王一博的新篇章或许才刚刚启程。写到最后，想对屏幕前的你说几句心里话。也许你是最早追随他从 UNIQ 走来的老粉，也许你是因为一场电影、一部剧才被他的安静魅力打动。无论你是哪一种，他都以他的坚持、沉默、努力和温柔，一次次回应着我们对好艺人的全部幻想。如今他站在全新代言的起点上，带着品牌对他的信任，带着粉丝对他的不离不弃，继续行走在这条不喧不哗但步步铿锵的路上。愿你和王一博一样，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坚定自己的选择，走好自己的路，不是为取悦世界而活，而是为忠于内心而行。王一博，代言不只是商业的开始，更是故事继续的起点。我们拭目以待你的每一个下一站。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